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欢迎大家回到 Crypto Tricks。那自从我们创立这个 channel 以来呢，更多关注与讲解的内容大部分是目前的 Layer 1的这个区块链，也就是比如以太坊、Cardano、Solana 等等。那一直还没有为大家介绍过 Layer Zero 这个区块链项目以及功能。Layer Zero 的作为区块链的区块链，其视野呢是为整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搭建一个让所有区块链互通的这么一个底层架构，从而真正的链接整个加密世界。那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个 Layer Zero 中的典型，那也就是 Polkadot。自比特币问世以来呢，区块链便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各个项目迅猛发展，各自瞄准了区块链行业里面的不可能三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交易速度、去中心化和安全性，去进行相对应的开发和问题的解决。例如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 Cardano， 主要是瞄准了安全性和去中心化两点进行开发的，他们的代码有同行审计，验证者的数量都是所有公链里面数一数二的。还有我们介绍过的 Solana， 它则是主要瞄准的交易速度，而在安全性和去中心化上稍作妥协。这些项目我们统称为 Layer 1。应用比较广的 Layer 1项目有以太坊、Avalanche、Lear， 当然还有曾经火爆一时的 Luna， 现在已经陨落了。那么有 Layer 1自然会有 Layer 2， 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我们把以太坊理解成一条高速公路，现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已经太拥堵了，高速上的费用也很高。Layer 1项目呢，就是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从根源上解决堵车的问题。那么 Layer 2呢，还是基于这条高速的基本框架，但是在高速上层建快速路或者建岔路的方法来给主干道分流，解决用户拥堵的问题。我们理解这些之后呢，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是 Polkadot。 从某种意义上说， Polkadot 算是 Layer Zero， 因为有了这么多 Layer 1和 Layer 2级别的区块链，但是每两个链之间不能互相通信，资产也不能互通，每两个链之间都像是信息的孤岛。如果能有一个突破性的技术引入互操作性，让不同的区块链之间可以交换数据，便可以孕育出更强大的应用与服务。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过解决方案，就是在区块链之间架桥，让两条区块链实现协助。但是面对未来的成千上万的区块链，这仍然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为此，以太坊的联合创始人 Gavin Wood 博士提出开发 Polkadot 项目，目的是为了重点研究区块链的创新性、安全性和可拓展性。 Polkadot 的创新性体现在生态系统内有一条主链称为中继链，其他所有的单条区块链称为平行链。这个平行链有点类似于以太坊 2.0 实施方案中的独立分片。为了更形象的理解，我们把中继链比喻成联邦政府，把平行链比喻成各个州。开发者、企业或者个人均可通过 Substrate， 也就是创建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系统框架来定制平行链。定制化区块链与 Polkadot 的网络相连后，既可与其他平行链互操作。这种设计可以让跨链构建的应用程序、产品以及服务变得更加简单。平行链的数据安全和验证工作由网络验证者完成，一小部分验证者即可保证多条平行链的安全。验证者同时也负责保障交易信息可以在多条平行链之间顺畅传递，提高网络的可拓展性。我们介绍了什么是 Polkadot， 那么为什么要发展 Polkadot 呢？它有什么优势呢？当前区块链的局限性产生了一系列的核心问题，其中包括可拓展性、定制化、可互操作性、网络治理和可升级性。在可扩展性方面， Polkadot 解决了诸多问题。作为一种多链网络，它支持多条独立区块链并行传输，扫清了区块链技术领域的一大障碍。在定制化方面，需要定制化的用户可以深入挖掘 Polkadot 的其他功能。由于并不存在一个能满足所有项目需求的万能区块链基础架构，每个项目均有独特需求。Polkadot 经过优化设计，支持独立区块链实现个性化功能。在 Substrate 的支持下，开发者可根据项目需求有效调整其独立区块链，保证项目与应用程序无缝衔接，实现数据共享。
是提升互操作性的重要手段。由于 Polkadot 存在平行链，每条链只需要实现某种特定功能， Polkadot 便有能力打造出一套全新的金融生态系统。特定平行链可由相关社区按照专属方式独立运营管理。此外，每个社区都是整个 Polkadot 网络的组成部分，从社区搜集的反馈将为 Polkadot 项目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那结合 Polkadot 的发展历史以及 Polkadot 的这个开发 roadmap， 我来为大家稍微更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 DOT 的基本面，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一是更深层次的这个了解 Polkadot 的这个区块链，二是了解 DOT 代币背后的这个 tokenomics 货币经济学。那不管大家是想要在 Polkadot 上做开发也好，还是投资到代币也好，我希望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这种信息。那在前面 Gary 对 Polkadot 的原理以及设计介绍，我相信大家对 Layer Zero 的这个地位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对区块链项目的分析与对一家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分析呢比较类似。那我们在分析一家公司的股价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结合宏观上公司所在的市场大小、市场风险，然后穿透率以及地区还有经济来看。那微观上呢，我们会分析公司的这个商业模式、变现经营能力、成本还有收入增长这些维度。那公司的未来的潜能什么的，我们也会拿来去衡量一下。那同样呢，对于一个区块链项目，像同样也是对于这个 Polkadot 来说，DOT 的价格与这个 Polkadot 是否可以扩大规模，然后还有推进 Web3 的这个 adoption， 以及在 Web3 中是否能建立它这个坚实的这个 Layer Zero 的这个地位，都直接相关。那关于一种科技是否可以成大规模，然后有3个这个 A 来考虑，第一个是 access， 第二个是 application， 第三个是 adoption。也就是说，方便使用与触达，然后应用以及大量这个用户采用是非常关键的。那要看这个 Polkadot 在未来是否可以形成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应用，以及逐渐撑起在 Web3 的地位的话，那我们需要看一下 Polkadot 目前的这个项目开发以及未来的规划和进展。那 Polkadot 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搭建了这个 Proof of Concept， 也就是要证明它的这个整个概念。那在2019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叫 Kusama 的这个测试链，然后对 Polkadot 的概念以及治理进行了测试。在2020年的5月份呢，这个 Polkadot 的主链正式发布，同时 launch 了这个 DOT 的代币。那之前 Gary 也介绍了平行链，那截止2021年底一共有5个项目赢得了这个卡槽席位，分别是 Clover， 然后 Parallel、A-Star、Moonbeam 还有 Akala。那平行链呢，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的开发支持得到这个卡槽席位的项目自行开发自己的这个生态系统，同时还可以接受这个中继链提供的安全与网络支持。那第一个赢得席位的 Akala 在初期是在社区中众筹了大概5亿美元左右。那这个项目本身类似于一个这种众筹借贷的平台，然后有一个类似于 UST 稳定币的叫 AOSD 的稳定币。那第二个 Moonbeam 是一个为这个 DApps 开发跨链工具的这么一个项目，那至今已经价值翻倍了。那第三个呢是这个 A-Star， 实际上是为这个 Substrate 开发应用以及工具，然后方便其他开发者可以快捷的利用这个 Substrate 在 Polkadot 的这个平行链上进行建设这么一个平台。那第四个这个 Parallel 是一个 DeFi 信用与这个金融衍生品的这么一个金融平台。然后第5个是 Clover， 那这个 Clover 主要是开发跨区块链的这么一个基建，比如说可以让以太坊上的 DeFi 应用与这个 Polkadot 互通。然后 Clover 也有一个产品叫 Clover Wallet， 是一个与这个以太坊兼容的钱包。那 Polkadot 一共是有100个平行链的卡槽，那目前加上最近刚上的这个 Affinity， 一共才有6个卡槽获得席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越来越多的这个卡槽可以被拍卖出去开发起来，那我相信 Polkadot 的价值一定会有一个飞跃。那在讲解这个 Polkadot 的货币经济学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DOT 代币的用途有哪些。那 DOT 代币是这个它的原生代币它有4个功能。那第一个功能是支付费用，然后呢，第2个是网络治理，第3是互操作性，第4个是绑定。那当消息在上的2个区块链之间发送时呢，这个 DOT 是用于来支付这个 transaction 的费用。那 DOT 持有者呢，还可以负责
通过对协议升级和修复进行投票来管理这些重大事件。该代币呢还确保网络参与者的行为不会这个损害整个 Polkadot 网络，然后让他们可以参与在这个游戏中。那为了创建新的平行链呢，必须绑定代币以确保这个激励对齐。那如何质押这个 Polkadot 呢？虽然这个 Polkadot 上的验证者需要维护保护网络这个所需的通常很昂贵的这个硬件，但任何人他其实因为它是一个proof of stake 这么一个机制，所以它可以通过绑定你的这个到这个专用验证者，然后来担任提名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它是 nominated proof of stake， 绑定代币有助于就增加它这个网络攻击的成本嘛，然后并允许DOT 持有者可以就是获得新铸造的这个代币作为抵押奖励。那 Polkadot 的目标呢是大约75%的这个质押率。那在网络成立之年呢，以这个10%的通货膨胀的率来计算，那这将大家提供20%的这个年度的质押回报。那绑定代币呢将锁定12周。那如果就是这个验证者离线了，或者说行为不端的话，它是会受到这个削减资金的这么一个影响。那 Polkadot 的钱包呢，在网络启动之前，多个这个团队之于 Polkadot 钱包的实施。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Blockchain.com 宣布将DOT 代币集成到其钱包中，然后允许用户存储、发送和接收代币，并通过对提案进行投票来参与治理。那 Polkadot 的中继链呢，可以比喻为这个 Polkadot 的一个心脏，然后这个DOT 代币差不多就是 Polkadot 的血液以及管理权。那作为母体，为其他这个平行链保证中继链的安全以及稳定。DOT 呢，目前呢它的价格在9.37美元，那 Polkadot 比历史就是最高点55美元低了大概82.95%。当前流通量为大概11亿个这个DOT代币在市场上。然后 Polkadot 的通胀膨货率结构呢，就是仍有待定义，但这个根据网络总权益会有所不同的。然后这个 Web3 Foundation 网站的这个代币经济学部分提供了就当前规范，就是刚才说过的10%的这么一个通货膨胀率和75%的一个供应量。那根据 Messari 的官方的计算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未来 DOT 的货币供给量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就是这张左边这张图，那 DOT 的具体的通货膨胀率，它是根据这个社区的这个财政治理的投票去决策，那会受这个影响。然后 Polkadot 官方的金库呢，还将收到这么一个交易和这个削减的费用。那这些费用呢中有多少将流向这个区块生产者？这是通过这个治理调整的这么一个参数。那最初呢建议是将20%的，就是这个 transaction fee 给到这个区块的生产者。然后另外是80%将存在它官方的一个金库里，它并不会被蹦掉，不像以太坊那样。所以以更好的这种控制这个通胀，然后或者通货紧缩的这么一个方法，然后去来控制整个 Polkadot 的这个经济。那关于更多的这个代币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去 Messari 或者说 Crypto 相关的一些网站上去看一看，然后这里就不做赘述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对它背后的这个 DOT 的这个 tokenomics 有一定了解。它的这个未来价格的考量呢，我们要思考的是不应该拿其以一个单纯的 DeFi 的项目去做对比，因为这个 Polkadot 背后的使命是搭建 Web3 的这个底层架构，那为通过平行链与这个跨链桥开发者提供这个开发应用以及其他 Layer 1这种公通的通用协议。那如果 Polkadot 可以被大规模的采取的话，这将改变整个这个互联网。所以，如果我们长期来看的话，在未来，如果成千上万的人可以下载和使用开发在 Polkadot 平行链上的这些应用，或者通过这些应用，同时还可以去与这个以太坊和比特币进行互动，能够访问任何区块链的可互操作的这种协议的重叠，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Web3。前端可以部署和存储在链上，那后端允许智能合约的这种交互。但是在当下动荡的这个宏观经济形势下呢，以及整个币圈的这个熊市还有市场的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可以预测到未来短期的这个价格。但长期来看，如果 Polkadot 可以按照预期的这个 roadmap 进行继续的这种开发和执行的话，那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原因有两个，那第一个是 Polkadot 的这个诞生呢，相比其他区块链还处于一个相对早期的阶段，未来的可能性还比较多。并且 Polkadot 的创始人这个 Gavin Wood 是前以太坊的核心创始人之一，所以对整个区块链和 Web3的规划上，我相信还是比较可靠的。
那第二点呢是，目前来看，Polkadot 生态中的开发者活跃度实际上仅次于以太坊。那 Polkadot 是否可以在未来迅速的扩张形成规模，开发者的贡献以及活跃度必不可少。所以在社区与这个建设者的角度，那 Polkadot 这点还目前来看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在未来 Polkadot 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在成为所有加密货币的首选的这么一个枢纽之前，Polkadot 还有一段路要走。比如说实现这个 Web 3.0的追求呢，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在之前的一些 fundamental analysis 中谈到过几个不同的这个 Web 3的项目和功能，但似乎 Polkadot 是将在使这个互联网真正可以免费，然后让所有人都可以访问这么一个方面的话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介绍完 Polkadot 的基本信息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该如何投资 Polkadot。除了买 Polkadot 等着日后升值这一种途径之外呢，我们还额外整理了2种持有 DOT 所获得的额外收益途径。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的，将我们的 DOT 存入像币安这种的中心的交易所里面去，交易所一般能给到10%到15%的一个年化利率。另外一种呢，便是卡槽拍卖。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可以把中继链和平行链比喻成联邦政府和各个州。卡槽拍卖的过程呢，就像各个州加入联邦政府的一个过程。通常一个席位会让多个项目来竞争，每个持有 Polkadot 的投资者都可以用自己持有的 Polkadot 去质押投票。如果最后投票的项目赢得了卡槽席位，项目方便会把一部分自己项目的代币给到他们的投资者，投票的部分 DOT 会被冻结2年。如果自己投票的项目最后没有赢得卡槽，那么质押的 DOT 最后会返还给投资者。平行链的运行需要消耗一定的网络计算资源，因此其数量存在上限。平行链插槽实际上是只租不卖的。Polkadot 上的平行链插槽每个租赁期为6个月，拍卖时可竞标4个租赁期，也就是说，项目方可拍下1个或多个租赁期。和直接在交易所质押相比，卡槽拍卖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分到的代币价值波动特别巨大。如果项目发展的好，那么价值将会远远超过质押的收益；要是项目发展一般，夭折，那么这部分的收益就要大打折扣了。好，那最后呢，今天的内容呢非常的紧凑，以及有很多的干货。那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说这个 Polkadot，想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呢，我们会在 description 中放上非常有用的链接。那希望朋友们可以去深挖一下，做自己的研究。那我们下一期呢，会为大家介绍这个加密货币的钱包，以及是怎么去可以安全的存储资产。那敬请期待。最后别忘记点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谢谢大家。